OK，大家好，我是 Dustin。那我们今天拍的久违的影片呢，其实就是有同学跟我讲说，哎，好久没发影片了，那你要不要讲一下，就是你之前做过总结之后，做过大量练习，然后修正问题之后呢，你最后一步要干嘛？好，那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说考前的冲刺期应该要怎么样，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考前冲刺期应该要怎么做。好，那这边是我自己手写的一些手稿，好，这是关于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那这个手稿等一下会以就是文件档的方式，好放在我们影片，就是影片下面的说明里面，欢迎大家去下载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看考前的冲刺期定义是什么？考前冲刺期的定义就是考前2周 ，OK， 好，考前2周，好，那考前2周的时候呢，好，大概是会发生什么这样的事情？就大家发现说，大家我们就是题目量差不多了，开始进入考前紧张状态了，而且题目好，也许题库也差不多换了，那我们这时候应该要做什么比较方便呢？好，那我们来看哦，好，这时候我们看到说考前我们就是有大概4件事情或者是5件事情要做，好，但是我们要一个一个讲。第一个，我们要做模考，好，那希望你每天做1回模考就好了，不要太多。OK， 然后有些人会想说做3回、4回，其实没有必要，好，每天就做1回就好了。OK，然后就是做V 加 Q， 甚至如果你有 IR 跟 AW 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加上去做。那你的时间尽量怎么样呢？第一点，其实你的时间尽量要对应的是你真正考试的时间。OK，然后比如说你早上考的话，你就9点开始做；如果下午考的话，你就是1点钟开始做，这样子，好，就让你自己去提早去适应。OK，然后那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做模考的时候，你的教材要用什么东西呢？好，我们知道说，其实有不同的模考软体啊。如果你想知道模考哪些地方有模考的话，你可以上网去看我的那个部落格里面，我有一个连结，等一下会放在上面。它是讲说网络上有哪些模考资源可以用。好，其实有好几个，大概10个左右，所以你不怕没有题目可以做。但我们主要会用的就是这3个，就是 PP、Manhattan 模考跟 GWD。好，所以我这边主要是以我个人经验出发，就是我只有我做过，我才跟大家这样分享这样子 ，OK， 好，所以其实有些人可能有不同的方法，你也可以去听他们的分享。好，那我自己当时是先做 PP12的软体这样子 ，OK， 不是 PP12的软体，就是 PP 这个软体里面的2回模考 ，OK， 然后好，然后呢然后做完之后再去做 Manhattan。那 Manhattan 的特色就是说它数学偏难，所以你不要泄气，但它的 Verbal 我个人觉得还蛮准的这样子。好，所以每一篇的 Manhattan 它得到分数其实跟我当时考完的分数相去不远啦。好，那 Manhattan 怎么样呢？ Manhattan 里面就是它比较特色的地方是，你可以看它最后的分析里面，它的分数有给你一个就是有分析你分数怎么样往上飙或怎么样往下掉这样子，就是有分数的那个走向曲线。好，你可以去大概看一下这样子。好，那 Manhattan 特色就是它只有你免费用email 申请账号的话，它只有送你1回。那如果你要6回的话，你要去买这样子。好，那不过听说就是听说你也可以有好多个 email 账号嘛，对不对？好，所以就这个东西，请大家自由发挥。OK， 好，那再来 GWD 部分呢？我们都知道 GWD 它其实是一个半官方的模考题，就是它算是偷出来的，所以它没有标准答案。好，所以很多答案都是我们外面人去分析去得到，所以现在也不少争议题。所以当今天你在检讨题目的时候，你要记得注意哦。好，就是你在检讨错题，你检讨题目的时候，你请你只检讨错题或者你不确定的题目就好了。那在检讨的时候，如果遇到的是争议题的话，好，请你一定要上网去看怎么样呢？上网去看强者，或者是你去问你的顾问，好，去问他们这个题目到底 O 不 OK， 能不能解这样子。好，那如果发现说这个题目其实不 OK， 或者这个答案其实有争议的话，那其实就不要再管它了。那至于上网要去哪里求解呢？等一下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下面给大家看，这样子 OK 好，那再来调整 pace， 好。这个时候就是等于说，我们要调整的是我们75分钟该怎么分配了。那其实呢，在调整配置之前呢，其实你在之前大量练习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调整自己每一个科目的时间了，每一题的时间就应该调整了。好，所以呢，这时候调整配置，我们主要是调的是整个75分钟我们该用多少时间。好，那我自己的配置是这样写给大家看，我自己的配置是55、35、18还有0。好。前10题用55分钟，然后11到20不是不好意思前10题是这个是倒数计时的时钟会显示出来，所以前10题其实是75减55，我是用20分钟。那11到20题我是用20分钟，那21到30题我是用大概17分钟，最后我是用18分钟这样子，因为最后是多1题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配置我自己用，我自己觉得还蛮稳的。那如果你自己有其他的配置，其实没有关系，可以继续调整这样子。好，但 anyway，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调整用模考的方
后再考你总体的 PICE 好，以及训练实战感 OK 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模考重点不在于说看你错哪里对哪里，或不在于你的分数怎么样好，反而在于怎么样呢？你如何去把这个时间调整好 OK 好，然后再来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的是基金的部分，好，大家最关心基金的部分。基金部分我只就我自己熟悉的 verbal 做说明啊。好，那 verbal 的部分呢，我希望他就是上场前都能够看过2到3遍。那我当然知道说看到2到3遍需要不少时间，所以如果今天你发现你的时间不够的话，你考前没有那么多准备时间的话，请你就是基金，如果 verbal 基金的话，你只要看大意就好了。好，你不要去背考题，你也不要去背答案。OK 好，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今天去背了考题的话。好，那些考题其实都是那个426背出来的啦。OK， 好，你不要把你的分数交到426手上，大意基本上比较准。好，那至于问什么或者题目里面答案怎么叙述呢？其实上就连我们自己去考，我们也不一定背得熟。好，所以你千万就是怎么样呢？把分数交给自己负责。好，大意是帮助你理解，但是考场上怎么样呢？好，你的答案还是要自己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分数负责。所以我建议是，如果你时间不够的话，以大意为重；如果你时间够的话，你可以大概看一下考什么，可是你也不要去背答案。OK， 然后考场上的时候还是要乖乖的回回去判断。好，再来就是好，根据过去就是基金的研究经验呢，我们发现说很多人考前还猛看基金，比如考前一定会失眠啊。好，那你如果考前失眠的话，就想要看人家基金，结果到最后都考得很烂。你说上场的时候只想到中文的东西，好，看到英文都读不下去。所以我建议大家考前3天不要看基金。OK， 好，还是要恢复你自己英文的语感这样子。好，然后再来，你基金绝对不能当做考前冲刺的主轴，所以你的基金 verbal 加好数学，你每天复习的时间，请你不要超过总体复习时间的1/2，你还是要把主轴放在模考以及一般练习上面。OK 好，所以基金的部分其实我建议就是这个辅助啦。好，我们一定要知道每个部分定位，它模考这边定位不是在看你答案的对错，好，而是在看什么？而是在看你今天到底时间有没有调整好，而基金的定位并不是在帮助你怎么样的选到正确答案，而是在帮助你考场上的时候能够比较顺的去做题目这样子。好，它绝对不是帮助你本身的实力，而是帮助你防止突发状况的发生。好，然后呢，一般练习的部分就是我们就是还是要维持自己的实力嘛，对不对？所以你绝对不能说你有基金，你有了模考就不去做一般的题目。这时候我建议大家回去做 OG。好，回去做 OG。我知道当然题目都有看过，可是重点是就是好，我们每个人都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嘛，就是官方题目就是这么一些，所以我们就只能用这些题目练习。好，所以回去写 OG 一次还是必然的。好，那这部分我建议大家可能一天就大概20题左右。那你看你自己的时间怎么分配。好，就是有些人可能只有1周要考，可能就是要把每天做的题目可能多一点；要有2周要考的话，可能每天做的题目可以少一点这样子。OK 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在做检讨的时候，你是回去怎么样呢？回去拿你自己一开始做总结的一些就是笔记拿来做对照检讨，看看自己在这之中还忘记哪些点，然后把这些点另外抄一张表起来。这张表考前的时候你可以再拿出来看。好，那就是你最后不熟悉的点这样子。OK 那至于 IR 跟 AWA 呢？好，那我主要是针对就是那个 AWA 部分做介绍，因为我没有考过 IR， 所以呢 IR 部分可能就是大家可能要再继续研究。好，不好意思，因为我只对我自己就是有实际做过的地方，我才能负责任跟大家讲。好，那 IR 部分呢？好。不知道，不好意思 ，AWA 部分，好 ，AWA 部分呢，我自己会用2个东西。第一个，好，我会看基金，但因为 AWA 基金其实命中率蛮高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数学跟 verbal 的基金呢，他们都是1个月重新换一次，所以你不会遇到上个月的题目。好，那 AWA 基金呢，它其实上是每个月换1/3，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是5月考试，其实好，我的5月的整个基金里面只有1/3是跑出来新的，好，还有1/3是3月的，还有1/3是4月的。OK， 它是每个月换1/3，所以其实它的基金非常非常完整，所以命中率非常非常高。OK， 那看基金 AWA 看基金的时候呢，请你把故事自己重新整理一遍，变成1-2句话，然后请你事先把3个点想出来。OK， 事先把就是可能会考到了3个点想那个3个错误想出来。我们说逻辑有7宗罪嘛，你要事先想好这样子。好，你的目的就是在考试的时候，一旦你看到文章中了基金之后，你能够立刻想到3个点，而且能够立刻在前10分钟之内把你的模板句答完。好，那至于模板句要看什么呢？我给大家看我自己采用模板。我自己采用模板，各位可以上网找。好，就是这个
Hello US 当时我来看到了，好，就是它有一个 AWM 5分的模板，好，那这下面它有教 AI 怎么写 ，AA 怎么写，不过虽然现在 AI 不考了啦，这样子，好，现在只考 AA 这样子，好，那我那时候就是背这个模板这样子，那建议模板大家提早背啦，不要等到考前就是才背，好，模板也可以就是大概在考前1个月以上就开始一句一句话慢慢有事没事把它背起来这样子 ，OK 吼，好，你就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些模板，好，那如果你真的时间不够的话，只能背几个的话，好，我建议啦，就是你大概就背3到4个最常见的错误就好了。像比如说我自己就会背过度简化，好，还有什么呢？还有所谓的以偏概全，好，还有像比如说有一个叫过去时间先后不能视为因果，好，那这3个是我觉得最常见的这样子。好，那至于你写完你拿了基金的题目来写完练习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知道自己写的好或不好呢？好，那现在有一个东西叫中国大陆那边啦，好，有一个叫批改.org， 好，这个网站，那这个网站里面呢，它可以让你把文章写进去，用电脑帮你批改。好，那我们来看看它怎么批的。好，比如说这是一个示范的文章，好，那我们按句库批改之后怎么样呢？好，它跑出来一个分数，好，那这不是我写的，好，不然不会那么低分。好，那你看它每一句话都会分析说哪些字怎么样的，哪些字好怎么用，然后它后面有个资料库，所以可以你资料库里面有各种英文的文章，所以可以看看你的用法会不会跟资料库用法不太一样，代表说你可能用的不够道地之类的。好，那它会分析你的文法错误，也会分析你的用词，好，也会叫你注意说好哪些用词好可能不是这样的意思，你可以大概去了解这样子。好，那我自己有曾经测试过，把一些就是 GMAT 文章放进去，好，或把一些就是那种就是学术英文的文章放进去，以及把一些乱写的，好，就是初学者写的英文放进去，其实上分数是有明显的差异，所以这个这个网站还算是可信啊。好，各位在自己做 AWA 如果怕没有人改的话，其实你可以放进去乱看。好，至少它虽然不会侦测你跑题，就是我们说就是那个没有写到，就我们说的那个走题啊，好，就是不会侦测你离题的错误，但是它至少可以侦测到你一些文法以及用法上的东西，它不无小补啦，这样子 ，OK 哈，好，然后我们再回来，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好，对，这个等一下网站会放上去 ，OK 好，那基金的部分模板我会放上，那个关于模板的地方我会放上去，那基金的部分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这样子 ，OK 好，好，那再来。最近有个东西啦，好，最近有个东西我看了走，虽然当时没用到，可是我看了之后发现它蛮好的。好，这是 Newton， 就是美国的一家算是教育出版机构。好，就跟 Manhattan 跟 Princeton 是一样的地位的机构。好，他们出了一份关于 GMAT Keynotes， 好，就是把一些 GMAT 最关键的考点，它把它整理成就是一个部分一页 PDF 档的形式。好，那这个部分我等一下会把下载链接放上去，然后在我们 A2 GMAT 社团可以下载到这样子。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题呢，你看数学部分，好，他把数学的每个重点都用英文方式写在上面，你也不要想说因为是英文所以看不懂不看了，不行，因为今天考试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看英文，好，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提早熟悉，所以看每个地方公式都放上去，然后呢解题重点他没有放上去，当然更关键的是 verbal 的地方，还要把什么 SC 的考点全部都把它怎么样的做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就是经典的总结，好，你可以在考前3天的时候就是花一点时间，好，既然考前3天不看基金，就花一点时间看这个，好，然后每一个把它复习过，包括什么，包括 reading 要怎么看 ，OK 好，然后包括怎么样呢？包括所谓的好那个 CR 要怎么看，你就可以大概看一下这样子 ，OK 好，那我觉得这份非常非常好，因为它就是提纲挈领，把所有东西弄在一起这样子。好，那我自己也就是去检查过，我觉得它的观念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所以你考前如果就是你还考前3天你还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再去看这个东西，当做把自己的观念的复习这样子 ，OK 好，那所以呢，今天我们整个自修的部分，好，这是自修部分的影片，好，我们就大概先讲到这里。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GMAT 这个考试，它其实不一定是说你要花很多时间，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而且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按部就班的程序。好，我希望各位能够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好，这个考试不是一个语言考试，而是一个什么啊？去检验你之后再出国念 MS 念 MBA 你是否能够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的考试 OK 好，如果你连自己的问题这个目标都没有办法处理好的话，好，还要想说如果有一个就是老师上台上一直讲东西，然后台下人就照抄，然后呢台下人就自己照着练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话，那么
之后去 MBA， 你就无法自己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发现说，我们的影片里面大部分讲的都是所谓的方法跟策略，最重要的是心态。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方法，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策略的话，你之后不管是托福考试，不管是雅思考试，好，不管是所有的就是其他的 MBA 的课程上，好，比如说你的 case study， 你都可以用一样的流程去解决问题。OK 哦，好，我并不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懂得在 trial and error 里面找到这套找到这套系统，然后最后把它解决掉。那我希望各位也能够在这条路上，好，就是过得开心。GMAT 只是其中一道关卡，当你考完 GMAT， 弄完申请，最后搭了飞机，踏上了异国土地之后，你才发现挑战是真的才要开始的。那我们今天自修系列就到这边结束了。好，那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影片是关于大家所问的个别的问题，所以请各位，如果你今天有任何问题的话，请不要吝啬，好来跟我发问，好不好 ？OK 哦，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